前辈，并非楚风故意隐瞒，只是此事便是楚风不能讲的事。楚风说道：“这么神秘，该不会你就是楚轩辕的传人吧？”仙冰庄主笑眯眯地说道：“只是他的这个笑非常的古怪。我若说是，前辈信吗？”楚风也是笑着问道：“信，为何不信？就算你说你是楚轩辕的儿子，老夫都信。”仙冰庄主说道：“为何？”楚风问道：“因为神罚玄功在大千上界上只有2个人修炼过，一个是楚汉仙，另一个便是楚轩辕，并且楚轩辕有一个孩子，他的名字就是叫做楚风。”仙冰庄主说这话的时候，目光都变得凌厉，他一直盯着楚风，看着楚风的一举一动，似是想要寻找出楚风的破绽，或者是他想要的答案。凡事总有巧合，也许我便是巧合。楚风很是平静，其实他有想过是否将自己是楚轩辕儿子的事情告诉仙冰庄主。他看得出来，仙冰庄主似乎对自己的父亲有着一种别样的感情，若是让他知道自己是楚轩辕的儿子，搞不好哪怕楚风不加入仙冰山庄，说不定他也会保护楚风。可是楚风并不想用自己父亲的名头做保护伞，所以他才没有说实话。巧合，一定是巧合，因为楚轩辕的儿子早就去世了。不过如果楚轩辕的儿子还活着的话，应该就是你这么大。仙冰庄主用手比量着楚风，那还真是巧合。楚风淡淡的笑道。随后楚风又与仙冰庄主交谈了好多，楚风间接的了解了一下关于大千上界的事情，收获颇丰。而仙冰庄主也曾想要了解关于楚风的更多事情，只是全都被楚风搪塞了过去。好在仙冰庄主是个很识趣的人，他见楚风并不想告诉他，所以也就不再多问。在交谈了几个时辰之后，楚风以有要事为由决定告辞。为了保楚风周全，仙冰庄主更是亲自将楚风和宋喜送上了远古传送阵，而跟随仙冰庄主一同送楚风以及宋喜离去的，还有那个红发老者，也就是所谓的拓跋长老。怎么回事？不是已经叫人去仙冰库控制仙冰，不让仙冰有所反应了吗？为何楚风还是让暗石之笔产生了共鸣？楚风走后，仙冰庄主对拓跋长老问道，他的表情有些严肃，显然失去一剑仙冰并非是他所愿。庄主大人，我已经询问过了，看守仙冰库的几位长老全都根据您的命令照做了，只是他们还是无法控制住暗石之笔。只怪这个楚风实在是太厉害了，若不是您在他进入第2层之前就暗中下达了命令，让仙冰库的长老控制住仙冰，怕是今日我仙冰山庄要损失惨重。拓跋长老说道，看来若不是暗中动了手脚，压制住了仙冰，那么今日与楚风产生共鸣的仙冰将绝对不止这一件。仙冰庄主问道。拓跋长老并未立刻说话，他是深吸了一口气，这才说道，若不是仙冰库的长老们故意压制了仙冰，那么今日怕是不止第1层的半成仙冰全部对楚风共鸣，第2层的仙冰也将如此。听得此话，仙冰庄主也是一愣，他有些惊讶，这是连他也没有预料到的。但是很快他的嘴角又掀起了一抹笑意道，这样看来这个楚风可比我最开始预想的要厉害。庄主大人，此话怎讲？拓跋长老好奇地问道。本来我觉得这楚风是其他上界某个天族的天才，但是他却并非来自其他上界。仙冰庄主说道。那这楚风是来自哪里？拓跋长老问道。楚轩辕的儿子叫什么？你可还记得？仙冰庄主问道。当然记得，拓跋长老应道。可当他说出这句话后，他的脸色便立刻大变，随后说道，这楚风该不会是楚轩辕的儿子吧？可是不是传闻楚轩辕的儿子早就死了吗？拓跋长老说道。都说只是传闻了，你和我有看到楚轩辕儿子的尸体吗？有看到他是怎么死的吗？仙冰庄主问道。这自然是没有。拓跋长老苦笑着摇了摇头，虽然他们在大千上界也是有着一些地位的人，可是还没资格参与当年的事情。当年的那个场面可都是来自各个上界以及星域的大人物，我们都没有看到楚轩辕的儿子是怎么死的，只是听闻而已。可是楚风的神罚玄功我们却是亲眼看到的，这楚风修炼了神罚玄功，并且明明姓楚，又不是楚氏天族的人，但他却敢那般对待楚氏天族小辈，就仿佛有着深仇大恨一般。这种种迹象只有楚轩辕的儿子符合。仙冰庄主说道。天哪，倘若他真是楚轩辕的儿子，那他日后会不会达到楚轩辕当年的实力？拓跋长老很是激动地说道。楚轩辕是一座大山，他是大千上界无人可以超越，包括他的儿子也是不行。但假如这个楚风真的是楚轩辕的儿子，那么他日后的成就绝非大千上界现在这些小辈可以比拟的。只要他继续成长下去，他一定能够成为大千上界的最强者。仙冰庄主说道。庄主大人，这样的好苗子，你怎么不让他加入我仙冰山庄啊？拓跋长老问道。你以为我不想吗？老夫被拒绝了。仙冰庄主瞥拓跋长老一眼。那我们要不要暗中保护楚风？总之不能就这样放弃吧。拓跋长老说道。假如他真是楚轩辕的儿子，还需要我们保护吗？仙冰庄主说道。这倒也是，但是就算不保护的话，也总归要表示表示吧。趁着他还没成长起来，应该和他拉近关系才对。早知道他是楚轩辕的儿子，就不该暗中做手脚，让他随便挑仙兵不就是了。反正我仙冰山庄最好的仙兵又没有放在那仙冰库内。此刻的拓跋长老对于这位仙冰庄主大人之前的决策竟然有些埋怨，而他之所以会埋怨，是因为他觉得他们错失了良机。假如楚风是其他上界的天才，他还不至于这般，但是楚风若真是楚轩辕的儿子，他便觉得无论怎样做都是值得的。因为楚轩辕对于大千上界的人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尽管以楚轩辕的年龄在仙冰庄主以及拓跋长老的面前也只是一个小辈，可是楚轩辕在仙冰庄主以及拓跋长老心中的地位可是非常之高的，甚至超越了当今大千上界的最强者楚氏天族的族长。太过主动与殷勤，反而适得其反。放心吧，
该做的我都做了。这楚风若是知恩图报之辈，我所做的足以给他留下好印象。他若不是，就算做的再多，也是徒劳。更何况这楚风是楚轩辕儿子的事情，也只是猜测，又不能确定。仙兵庄主说道：“庄主大人所言极是。”拓跋长老点了点头。楚风已经离开了，但是因为是悄悄离开的，所以仙兵山庄之外的人们还不知晓，他们还在等着楚风，都想要借机与楚风结识。尽管楚风的修为在大千上界来说可以说是非常的弱，可是这样的小辈潜力却是难以估量的。人们都很清楚楚风的价值，而在等待楚风的同时，他们也都在不停地议论着，猜测着楚风的身份。这其中自然也有人猜想过楚风是不是楚轩辕的儿子，毕竟楚风的名字与楚轩辕的儿子一模一样，而神罚玄功又是楚轩辕以及楚汉仙的标志。当然这种猜想人们也只是敢存放在心中，没有人敢当面议论。但不管怎样，从今日起楚风的大名都将传遍大千上界，事情传得很快，就连楚氏天族之中也开始有人得知了关于楚风的事情。楚氏天族一座豪华的寝宫之内，楚宪硕跪在地上，并且在他的身上脸上都布满了血淋淋的伤口，这伤显然是新伤，并且是被鞭子所抽。而在这寝宫的首位上，一名男子坐在那里，这是一名男子，原本应该不是很高，并且长得很丑。之所以说原本，那是因为此刻的他更加的丑陋。他是一个瞎子，眼球已经不见了，像是活生生的被人挖掉的，并且他的肉身也是残缺不全，他没有双腿，就连手掌也不完整，只剩下一根手指。而这个人名为楚空童，当年进入祖武下界天路之中，羞辱了老猿猴，并且挖开了楚风坟墓的男子便是他。而也正因为楚空童的所作所为，他惹怒了楚轩辕，所以他才沦落到了今日的地步。楚空童被楚轩辕所伤后，他便回到了大千上界，求医无数，可是奈何却没有人可以治好他。他如今不仅只剩下一副残躯，并且连修为也是远不如从前。他的修为不仅难以长进，并且还一直在倒退，无论他怎么修炼都是没用，修为只是在一直的倒退，他已是越来越弱。而这楚空童实际上还是楚宪硕的父亲，你这没用的东西，竟然被一个外人抢夺走了狩猎比试的第1名，甚至身为4品真仙的你，竟然败在了一个2品真仙的手上，你还有脸回来？我要是你就死了算了！楚空童愤怒地大吼着，说话间手中的鞭子甩动，啪啪之音炸响，那鞭子不停地在楚宪硕身上抽动着，而楚宪硕则强忍着鞭刑之苦，跪在地上一语不发。此刻的他瑟瑟发抖，并不是因为疼痛，而是因为恐惧，看得出来他很怕自己的这位父亲。哎呀，你这是做什么？宪硕已经够难受的了，你这当父亲的不安慰他也就罢了，怎么还能这样给他施加压力？就在此刻，一名年轻的女子走了进来。别看这名女子长得年轻，可实际上她是楚宪硕的父亲，楚空童的妻子。狩猎比试，她为什么能连续9年获得第1名？真是因为大千上界没人如她了吗？莫说咱们楚氏天族的那几个，就算其他势力的小辈也有强过她的。为什么她能够连续获得狩猎比试的第1名？那是因为那些真正的天才根本就看不起狩猎比试，不屑去参加狩猎比试。可就是这样的条件下，他居然给我输了，他简直废物透顶！这样的废物丢进了我楚空童的人，我说他几句怎么了？要是换我当年的脾气，我非要活活打死他！楚空童很是愤怒地说道：“算了，父亲，不要制作我大哥了，不就是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小子吗？我日后会替我大哥收拾了他，我会让大千上界的所有人知道，你楚空童的儿子不是废物。”就在此刻，又有一道声音响起，一名年轻的男子走了进来。这名男子与楚宪硕长得很像，可是年龄却比楚宪硕要小得多。别看年龄要比楚宪硕小，可是他的修为却比楚宪硕强得多。年纪轻轻的他，竟然是一位7品真仙，这个修为在100岁以内的小辈中可以说是非常恐怖的存在。而此人便是楚氏天族如今的5位妖孽级天才之一楚桓宇。这楚桓宇还是楚宪硕的亲弟弟，楚空童的儿子。桓宇，你回来了！桓宇，你总算回来了！快到魏父身边来！听得楚桓宇的声音，楚空童立刻变得激动起来，他狂喜无比，就连先前的不好情绪也是在此刻一扫而去。父亲大人！楚桓宇来到楚空童近前，面带尊敬之色。你带着你的废物儿子滚出去！楚空洞指着其妻子说道。此刻其妻子略显尴尬，但还是对楚桓宇殷勤地笑了笑，这才带着楚宪硕离开了。看来楚宪硕与楚桓宇虽是同父，但并不是同母，他们乃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桓宇啊，此次历练你去了整整1年啊，收获可好？是何修为了？楚空童很是激动地抚摸着身旁的楚桓宇，可以从他的动作中看出他对楚桓宇的溺爱。父亲，你连孩儿是何修为都感应不到了吗？父亲，您的修为……猛然间，楚桓宇愣在了那里，眼中充满了悲痛交加的情绪。他父亲的修为一直在退步，但是现在竟然已经退步到了这种地步，竟然连他的儿子都不如了。要知道，他父亲当年可是一位5仙强者，但是现在修为竟然已经退步到了6品真仙的地步，为父没用，怕是已经不如桓宇了吧？这么说来，桓宇已是7品真仙。好，不愧是我楚空童的儿子，真是好样的。楚空童说道。不，并非父亲没用，而是那楚轩辕太过心狠手辣。父亲，你放心，孩儿一定会努力修炼，总有一日我会让楚轩辕付出代价，我要把他带给您的痛苦以100倍1000倍的方式还回去。楚桓宇咬牙切齿地说道，能够感受到他对楚轩辕深深的恨意。好，不愧是我楚空童的好儿子。桓宇啊，为父若想报仇，便只能靠你了。你那个废物哥哥你也看到了，我苦心栽培他那么多年，他却这么不争气，仍旧是个废物，连个小小仙兵山庄的狩猎比试他都搞不定，他还能做好什么？
魏父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的身上了，你是魏父唯一的希望了。楚空童说道。父亲放心好了，孩儿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楚环宇说道。我信，我信。环宇啊，这次回来还出去吗？楚空童关切地问道。父亲，我不打算走了，我此次回来就是专心备战1年后的天骄武斗会。楚环宇说道。时间过得真快啊，一转眼又快到了3年1次的天骄武斗会了吗？楚空童说道。还有1年2个月21天。楚环宇说道。那算一算时日，下一次天骄武斗会，楚青便无法参加了。楚空童说道。再过1年1个月18天，楚青年满100岁，不再是小辈，他将无法继续参加天骄武斗会。楚环宇说道。楚青年龄到了，将空出一个名额，我家环宇的名次又能提升1个了。好事，真是好事啊！楚空童说道。父亲，孩儿这次的目标可不只是提升1个名额。楚环宇说道。环宇，那你的目标是？楚空童问道。既然楚青无法继续参加天骄武斗会，那么孩儿的目标是天骄武斗会的第1名。楚环宇说道。好，有志气，不愧是我楚空童的儿子。只是环宇、楚若诗那个丫头，以及星陨圣地的宋云飞都不容小觑，你有多少把握？楚空童问道。父亲莫要担心，孩儿这次有80%的把握。楚环宇说道。好样的，环宇，你的修武天赋远在你父亲之上，日后成就定然不可限量。见楚环宇这般自信满满，楚空童则是越发的高兴。之后，楚空童又与楚环宇聊了好久，直到天已经黑了，楚环宇才走出了楚空童的寝宫。然而，当他走出寝宫的时候，才发现楚宪硕正在等着他。义弟，我听说你现在已是7品真仙，实在是太厉害了。现在的你已经超越了楚浩言，整个楚氏天族的小辈中，除了楚青，唯有楚若诗能与你相提并论了。楚宪硕一脸殷勤地凑了过来。哼，楚浩言本就不配与我相比，至于楚若诗，我也迟早会超越他，而楚青他很快就不是小辈了，我也没有与他比的必要。楚环宇自信满满，他的浑身上下都给人一种感觉，那便是舍我其谁的傲气。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楚宪硕连连附和，殷勤无比，全然没有了往日的骄傲。听说你被一个外人击败了，你怎么这么丢人？楚环宇鄙视地扫视着楚宪硕，他的目光中根本没有亲情，有的只是藐视以及厌恶。义弟，你是不知道，那个叫做楚风的小子来路不明，却非常的厉害，绝对不是寻常角色。楚宪硕说道。哼，绝不是寻常角色。大千上界小辈之中，稍微能入我法眼的，只有楚青、楚若诗、宋云飞、楚浩言4人。除此4人，还能在天赋上稍微与我比较之外，其他人皆是废物。楚环宇说道。义弟，我真的没有骗你，那楚风真的很厉害，否则身为4品真仙的我，怎么会败给2品真仙的他？楚宪硕说道。那是你无能。楚环宇说道。义弟，虽然哥哥的天赋无法与你比，但是在小辈之中也绝不是弱者，你真的不要小看那楚风，他真的很不简单，甚至有传闻说他是楚轩辕的儿子。楚宪硕说道。什么？听得此话，楚环宇的目光顿时变得凌厉起来。你胡说什么？那楚风不是早就死了吗？这可是父亲大人亲眼所见。楚环宇说道。真的不是胡说，先不说这个楚风与那个楚风同名，年龄也是非常符合，最重要的是那楚风为何能够在2品真仙击败4品真仙的我？那是因为他修炼了传说中的神罚玄功，而神罚玄功有史以来只有楚轩辕以及楚汉仙修炼过，除了他们，就连我楚氏天族都没有神罚玄功的修炼之法。而且除了神罚玄功之外，那楚风还掌握着非常古怪的秘籍，那秘籍的战力竟然能够逆战1品，这太不寻常了，这根本就不是我大千上界的手段。楚宪硕说道。你休要胡言乱语，父亲大人亲眼看见了楚轩辕儿子的尸骨，他不可能活着。但是不管这个楚风是谁，我都会杀了他。不过我杀他绝对不是为了你，我杀他是因为我对他呢逆战1品的秘籍我非常感兴趣。楚环宇说这话的时候，眼中散发出了毫不掩饰的贪婪之色。说完此话，便径直地离开了。而当楚环宇离开后，楚宪硕的目光也不再殷勤，相反在他的眼中涌现出了浓浓的厌恶。他低声说道。若杀了那楚风，后果你可要自负。话罢，他的嘴角竟掀起了一抹诡异的弧度。原来他是故意说这些，他就是想让楚环宇杀了楚风。他猜测楚风就算不是楚轩辕的儿子，那身后的背景也一定很不简单。虽然楚环宇是楚氏天族当今天赋最好的天才之一，楚氏天族会保护他，可是有些事情他承担得起，有些事情他未必承担得起。就比如楚轩辕，那可是大千上界公认的天才，楚氏天族未来的希望。但是就因为楚轩辕杀了不该杀的人，才会沦落到今日这般田地。楚宪硕其实是要害楚环宇，因为他憎恨楚环宇。原本他是楚空童最器重的儿子，是楚空童的心头肉，是楚空童不惜一切代价去培养的人。可是自从楚环宇测试了天赋之后，他的所有宠爱都被楚环宇剥夺了，不仅是他，就连他的母亲也不再如当年那般受宠。因此他一直希望楚环宇死，只有楚环宇死去，才能一解他的心头之恨。楚氏天族有着一座极其恢宏的宫殿，这座宫殿名为4堂主殿，乃是楚氏天族内最高殿府之一，身份以及修为不够者，莫说进入这4堂主殿，连靠近的资格都没有。此刻这4堂主殿之内充斥着极为浑厚且强横的气息，哪怕在殿外也能感受得到。若是旁人路过此处，单单是感受到这股气息，便足以吓得屁滚尿流。之所以会有如此强横的气息，那是因为此刻这4堂主殿内聚集着诸多强横的高手，这些人全部都是5仙境的高手，尤其是其中3位白发苍苍的老者，他们剑眉倒数，不怒自威，其气息更是强得可怕。他们3个分别是冰卫堂堂主、界灵堂堂主以及珍宝堂堂主。
不过除了他们3位高手之外，还有一位高手，此人便是刑罚堂副堂主楚轩正法。而这场聚会实际上便是楚轩正法发起的。楚轩正法有何要事找我们商议？竟如此紧急？兵卫堂堂主问道。有事快说，我那边还正忙着呢。戒灵堂的堂主不耐烦地说道。珍宝堂的堂主并未说话，只是他带来脸色也并不好看。这3位堂主无论是年龄还是辈分，都在楚轩正法之上，更何况他们都是正堂主，而楚轩正法只是一个副堂主，所以打心眼里他们就有些看不起楚轩正法。在他们看来，刑罚堂能与他们平起平坐的只有楚轩正法的父亲，至于楚轩正法还不够资格。而他们现在竟然被楚轩正法召集到了这里，自然很是不爽。3位前辈莫要心急，我将你们叫到此处，自然是有要事相商量。楚轩正法说道。什么事？快说！兵卫堂堂主很不耐烦地说道。相信几位前辈都已经有所耳闻，在我大千上界出现了一个妖孽级的天才。楚轩正法说道。哪个？珍宝堂堂主问道。该不会是说那个在仙冰山庄狩猎比试中击败了我楚氏天族小辈，获得第1名的小鬼吧？兵卫堂堂主问道。正是此子。楚轩正法说道。那小鬼修为太弱，能否断定是妖孽级别的天才，还需要看其日后表现。楚轩正法，你将我们叫到此处，该不会是因为那个小鬼吧？戒灵堂堂主问道。正是。楚轩正法说道。放肆！听得此话，戒灵堂堂主猛然站起身来，竟硬生生的将身旁的茶几给拍成了粉碎。他竟然动怒了。你知道我们的时间有多宝贵吗？你知道我们有多少事务要处理吗？居然因为那样一个小鬼把我们全部叫到这里。楚轩正法，你脑袋里到底都想了些什么东西？你是闲着没事做，吃饱了撑的吗？戒灵堂堂主很是愤怒的质问道。与此同时，兵卫堂以及珍宝堂的堂主也是用不善的目光看着楚轩正法，那种眼神就好像在说，楚轩正法必须给他们一个满意的交代，否则他们就要楚轩正法好看一般。若是寻常的小辈，自然不至于。可是此子不仅来路不明，还修炼了传说中的神罚玄功，最重要的是他的名字还叫做楚风。楚轩正法说道。那又能怎样？戒灵堂堂主问道。几位前辈，你们可别告诉我，你们就没有怀疑过这楚风的身份？楚轩正法说道。怀疑过，可就算他是楚轩辕的儿子又能如何？不是楚轩辕的儿子又能如何？莫非你是担心他假如真是楚轩辕的儿子，会向我楚氏天族复仇？哼，当年的楚轩辕那般狂妄，还不是被族长大人收拾的服服帖帖，楚轩辕都成不了气候，他的儿子就算还活着又能如何？因为堂堂主不以为然地说道。我想与你们讨论的可并非是这楚风是否会向我楚氏天族报仇的事情，我想与几位前辈讨论的是，假如这楚风是楚轩辕的儿子，那是否要将他接回我楚氏天族着重培养？楚轩正法说道。你说什么？接回楚氏天族还要着重培养？你疯了不成？那楚风可是与楚轩辕一样，皆是被驱赶出了楚氏天族，他与我楚氏天族没有一点关系。兵卫堂堂主很是激动地说道。楚轩正法，我看你是闭关修炼，练糊涂了吧？戒灵堂堂主讽刺地说道。珍宝堂堂主轻哼一声，他看向楚轩正法的目光，则像是看待傻子一般，因为他觉得凡是还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当年的事是楚轩辕做下的，而那个时候的楚风还只是一个婴儿，有些事情是他不应该承担的。更何况不管怎么说，他的体内都流淌着我楚氏天族的血脉，倘若他真的还活着，我觉得我楚氏天族应该着重培养，就当是赎罪了。楚轩正法说道。你说什么呢？赎罪？我们何罪之有？此刻珍宝堂堂主终于忍不住了，指着楚轩正法，以如雷一般的声音质问着。当他开口之际，这整个大殿都在剧烈的颤动，甚至一股股磅礴的威压也是横扫开来，暗暗冲击着楚轩正法。倘若此子真是楚风，那便说明我们当年对楚风的测试是错误的。而当年若不是楚轩辕怀疑测试有误，执意要求重新测试楚风的天赋，也不会与人发生口角，更不会发生当年那件事情。难道这不是我们的疏忽，不是我们的错误吗？而既然是错误的，那便是我们的罪过，难道我们不应该赎罪吗？楚轩正法说这话的时候也是铿锵有力，字字如雷，他的声音竟然盖过了珍宝堂的堂主。楚轩正法，你可真是无法无天，竟然妄自在我家族的头顶上扣上了罪名的帽子，你莫非与那楚轩辕是一伙的不成？还是说你也要背叛家族？兵卫堂堂主咬牙切齿地问道。前辈，我倒是想要问问你，难道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敢做敢当吗？自己做过的事现在不敢承认了。楚轩正法说道。放肆！你这个无礼的小辈，今日我就带你父亲好好教训你一番，否则你日后还不是要反了天？兵卫堂堂主说话之间，磅礴的气息毫不掩饰地散发而出，与此同时，那凶猛的威压更是排山倒海一般向楚轩正法压迫而去。然而楚轩正法却是大袖一挥，便将那威压挡了下来。紧随其后，楚轩正法剑眉倒竖，眼眸之中忽然闪现出了一抹寒意，一声巨响传来，他的体内便爆发出了如同洪水一般的威压。那威压虽是无形，却在顷刻之间吞噬了整个大殿。这一刻，莫说其他人，就连兵卫堂、珍宝堂以及戒灵堂的3位堂主也是神色大变，在他们的脸上都涌现出了又惊又恐之色，因为眼下的他们都无法动弹了，他们已经被楚轩正法的威压所束缚，楚轩正法的修为竟然已在他们之上。3位前辈，若想要以大欺小，那便选错人了。我楚轩正法绝对不是你们可以随意欺凌之人。出现正法一字一句的说道，而他每一个字落下，那3位堂主的脸庞便越发的扭曲，在他们的脸上，痛苦之色已是越来越明显。楚轩正法，你要做什么？莫非你要对长辈不敬？3位堂主同时说道。是你们先对我动手的，难道我不能还手？楚轩正法此话说完，那3位堂主已是龇牙咧嘴，他
他们就快忍不住那种压迫了。正法，有话好好说，没必要这样。珍宝堂堂主说道。是啊，正法，并非我们不与你商量，只是这件事非同小可，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就算要商量，也要等族长大人出关，由族长大人定夺，不是？戒灵堂堂主说道。正法，你可千万不要冲动，你若因那楚风而伤了我们，那你也是要担负责任的。更何况那个楚风是否真的就是楚轩辕的儿子，还无法确定呢。你就算与楚轩辕有交情，想帮他，但也不能如此心急，否则被人抓住把柄，你也是要倒霉的。我们其实都是为你好啊。兵卫堂堂主说道。眼见着3位堂主已经服软了，楚轩正法才淡淡一笑，才收回了自己的威压。我今日将诸位叫到此处，并不是要定夺此事，只是商议而已。最后的决定，自然还是要等到族长大人出关之后，由族长大人定夺。不过有一件事，我却要提醒一下3位前辈。刑罚堂虽是处世天族4堂之一，但是却凌驾于其他3堂之上。族长大人闭关之际，由刑罚堂率领其他3堂，刑罚堂堂主不在之际，由副堂主率领其他3堂。所以我倒是想要问问，先前发生的种种，究竟是谁大不敬？楚轩正法用那冷漠且凌厉的目光扫向3位堂主。是我被失了分寸，正法你可不要挂记在心上。是啊，正法，我们并无冒犯之意，毕竟我们都是你的长辈啊。3位堂主说道。我称3位为前辈，是因为我对3位前辈心存敬畏之心。但是此乃4堂主殿，在这里，我希望3位前辈能够按照我处世天族的规矩办事。所以你们不该直呼我之名讳，哪怕我是副堂主，可只因我是刑罚堂的副堂主，但我的职位也是在你们之上。楚轩正法说道。此刻3位堂主脸色很不好看，但是彼此互看一眼后，还是同时施礼说道。是我们冒犯了，在此向刑罚副堂主大人赔罪。算了，今日之事就此作罢。但是我希望3位前辈心中有个数，若是那楚风真的是楚轩辕之子，你们心中可要有个打算。另外，在族长大人出关之前，我希望不要有人对那楚风出手，否则休怪我不客气。楚轩正法剑眉倒竖，以凌厉的目光看着3人。不敢，不敢。3位堂主任凭再不情不愿，可是此刻却也不敢违背楚轩正法。谁让楚轩正法的修为进步得这么快，现在竟然已经超过了他们。再加上楚轩正法的职位的确比他们要高，他们如今对楚轩正法的确是没有任何办法。散了吧。楚轩正法摆了摆手，随后戒灵堂、兵卫堂以及珍宝堂的人便全部离去了。此刻在这会议大典内，便只剩下了刑罚堂的人。副堂主大人，这次实在是太解气了。这么多年，他们仗着辈分比您高，修为比您强，一直不把您放在眼里。从今天开始，看看他们谁还敢对您不敬。此刻刑罚堂的许多人都是一脸的欣喜，他们都是楚轩正法的心腹，也都知道楚轩正法这些年所受的委屈。但是现在不同了，楚轩正法的修为终于超过了这3个老家伙。而在以武为尊的世界里，凭借楚轩正法现在的修为，便足以一直压得那3个老家伙抬不起头来。我今日叫他们来此，可不仅仅是为了立威，其实最主要的是还是给他们一个警告，那就是我刑罚堂已经关注楚风，若是他们谁对楚风动了歪脑筋，最好还是先掂量掂量。楚轩正法说道。副堂主大人英明，只是副堂主大人，您真的觉得那楚风是楚轩辕大人之子吗？刑罚堂一名成员问道。而此刻刑罚堂的众位成员也是露出了渴望的目光，他们都很渴望知道答案。没到最后关头，我也不敢肯定，但多半就是了。楚轩正法说道。倘若那楚风真是楚轩辕大人之子，那可就太好了。听到楚轩正法的话后，刑罚堂在场的这些成员竟也都目露喜色。假如他真是楚轩辕之子，那他将很危险，因为楚轩辕的仇家实在太多，他们对付不了楚轩辕，便会将仇恨转嫁到其子的身上。楚轩正法说道。那可该如何是好？此刻不少人都流露出了担心之色，所以将楚风带回楚世天族是最好的选择，只是怕是没那么容易啊。楚轩正法感叹道。此刻其他人也都不说话了，他们也都非常清楚，想让楚风回到楚世天族的确很难，因为在楚世天族内部也有着许多人憎恨楚轩辕。对了，灵犀呢？今日那个丫头怎么没来烦我？楚轩正法问道。回复堂主大人，灵犀小姐她前往结界仙域了。她说待她再回来的时候，已是龙纹级仙袍界灵师，还要我们转告副堂主大人，让您为她准备好礼物。一位刑罚堂成员说道。是为了突破龙纹级界灵师而去吗？那个丫头的结界之术竟也到了这个地步吗？这鬼丫头听得此话，楚轩正法的嘴角也是掀起了一抹笑意。楚风并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因为他与宋喜离开仙冰山庄之后，便直接赶往了神山。之所以赶往神山，只要因为楚风还想进入神山探寻一下王强等人的下落，毕竟就算要前往那结界仙域，时间上还是来得及的，反正提前过去也是没用，所以楚风不想浪费时间。更何况王强等人的下落一直是楚风记挂的大事。当然，楚风与宋喜既然回来了，自然就要先去看看宋喜的母亲。只是当楚风与宋喜回到宋喜的家后，却发现宋喜的家竟然已经被人夷为平地，宋喜的母亲已经不见了，只有静怡趴在地上。静怡不仅遍体鳞伤，且在她的身上还绑着一个锁链，那锁链一头连接着地面，而另一头则捆绑着静怡的脖颈。静怡就如狗一般被捆绑在这里。静怡，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静怡，我母亲呢？我母亲呢？我母亲去了哪里？此刻楚风与宋喜皆是大为吃惊，他们都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妙。楚风还相对冷静，可是宋喜他了就是彻底的慌了神。他来到静怡身前，紧紧地抓住静怡的双肩，不停地询问着其母亲的下落。可是静怡却如同受了刺激一般，神志不清，不仅不正面回答宋喜，反而还哇哇大叫，就像疯了一般。见状，
楚风则是手指一探，一股结界之力融入了静怡的额头之中。而当那结界之力融入静怡的额头之后，静怡则瞬间不动了。过了好一会，她才有所缓和。起初目光有些茫然，而当她看到楚风与宋喜之后，则哇的一声便哭了出来。少爷，您总算回来了，出大事了！老夫人她，老夫他被他们抓走了。静怡哭着说道：“我母亲被抓走了。谁？是谁？是谁抓走了我母亲？”宋喜紧张地问道。他已经近乎抓狂。是赵府的人吗？楚风问道。对，就是赵府的人。赵府的小公子赵子荣来找少爷寻仇。本来因为楚风大人布置的结界阵法，赵子荣他们根本闯不进来。可是谁曾想，赵子荣竟请来了泰山门的掌教真人。泰山门的掌教真人实在是太厉害了，连楚风大人布置的阵法也是挡不住他。他不仅破开了楚风大人布置的结界阵法，还抓走了老夫人。他们放话，若想找回老夫人，就到泰山门去，否则这辈子都见不到老夫人了。静怡哭着说道：“可恶，赵府又是他们竟然还敢找我的麻烦！我要杀了他们！我要杀了他们！”得知真相，宋喜一边狂喊大喊着，一边向赵府的方向飞掠而去。而这件事情，楚风自然不会坐视不管。他先是为静怡疗伤，随后又稍微安抚了一下静怡，这才向宋喜追赶而去。追赶上宋喜后，加快速度，二人一同向赵府的方向行去。奈何赵府似乎早有准备，当楚风与宋喜抵达赵府之际，赵府已是人去楼空。而经过询问，楚风也是知道赵府的人害怕宋喜带着楚风来报复他们，所以整个赵府已经解散了，所有工人都被赶走了。而赵府的心腹则全都搬到了泰山门内。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啊！眼见着赵府的人都走了，宋喜急得嚎啕大哭。在他看来，楚风收拾赵府的人还很容易，但是若是要对付泰山门，那可就难办了。不管怎么说，泰山门那可是这一带的真正霸主，而泰山门上更是有着多位真仙强者。泰山门的掌教，其修为更是强悍得很。在他看来，泰山门是他们根本无法应对的存在，贸然过去只是送死，哭有什么用？带路，我们去泰山门。楚风说道。楚风，算了吧。可是此刻，宋喜却是摇了摇头，他已经心灰意冷，脸上布满了绝望。你说什么呢？什么叫算了？你的母亲可是被他们抓走了，你居然说算了？楚风问道。这件事情与你无关，我不想连累你，都怪我，是我太蠢了，早知道我就该听你的，带着我母亲离开。宋喜抱头痛哭。我叫你带路，你听不懂吗？楚风问道。楚风，算了，真的算了，这件事你不要管，你不是此处的人，你不知道泰山门的可怕，泰山门的掌教不是你能对付的，我不想牵连你。宋喜继续哭着，他哭的身体都颤抖了，因为他很绝望，也很痛苦，毕竟自己的母亲遇难，身为儿子的他却无能为力，牵连个屁！楚风大喝一声，随后抬起手来，只听啪的一声，一个大耳光便落在了宋喜的脸上。这一耳光下去，直接将宋喜扇翻在地，半个脸颊都变了形。一时之间，宋喜有些懵了。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不是你宋喜自己的事，你的母亲也不仅是你宋喜的亲人，这件事我楚风必须管，你说什么都没用。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你要么立刻给我带路，跟着我一起去救你母亲，要么你在这里继续嚎啕大哭，我楚风自己去救你母亲，你自己选吧。楚风很是愤怒地说道。这一刻，宋喜愣住了，片刻之后才缓过神来，他一边擦着眼泪，一边爬起身来，对楚风说道：那我去，那我随你一起去，我要去救我母亲，这就对了。而在宋喜起身的同时，楚风已是带着宋喜拔空而起，在宋喜的指路下，向那所谓的泰山门行去。泰山门是当今神山这一带的霸主，如果说受泰山门庇护的赵府是神山这一带的土皇帝，那么泰山门的掌教则是神山这一带的神灵。在他眼中，神山这一带就是他的地盘，谁敢在此处撒野，他绝不轻饶。所以当赵府找到赵子荣，赵子荣找到他之后，他便亲自出手，其击破了楚风所布置的那座阵法。他是想拿宋喜的母亲做诱饵，引诱宋喜和楚风过来，从而将楚风他们一网打尽。至于楚风真正实力，他也不是没有考虑过，但是根据赵府的形容，他判定楚风肯定不如他，毕竟他是一位2品真仙，而在赵府的情报中得知，楚风只是一位1品真仙，所以在他看来，楚风不可能是他的对手，因此他也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太过放在心上，依旧过着神仙般的日子，悠哉得很。泰山门的人全都给我滚出来！猛然间，一声怒喝响起，如同惊雷一般响彻开来。莫说大山中的琼楼殿宇，就连整片大山都为之颤动起来。一时之间，整个泰山门都是乱成一团，所有人都是从屋内走出，向那声音传来的方向观望。而这一看，才发现那站在天际之上的竟是2名青年。一时之间，泰山门的许多长老与弟子感到不解，他们并不知道赵府的事，所以对于楚风与宋喜的到来是为何意自然也不清楚。哪来的2个野种，竟敢到我泰山门撒野？你们是找死！但是也有不知死活的，竟然直接亮出兵器，拔空而起，散发着5祖巅峰的气息以及那浓烈的杀意，向楚风冲了过来。他竟然要对楚风和宋喜下杀手，不知来者何意，便直接痛下杀手。由此可以看出，这泰山门是多么的蛮横无理，狠辣无情。楚风正在气头之上，见有人冲了过来，二话不说，抬手一掌，只听砰的一声，便将那个人轰得4分5裂，鲜血四溢。这家伙怎么这么强？亲眼看到那位被轰杀致死，泰山门的许多长老和弟子才意识到楚风的恐怖，因此原本看戏模样的他们，脸上终于涌现出了慌乱之色。一时之间，泰山门的许多人都是被吓得瑟瑟发抖。来者何人？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威压十足的声音自那泰山门内传了出来。
紧随其后，一位老者也是拔空而起。这位老者不是别人，正是泰山门的掌教。而当泰山门掌教现身之后，赵府的府主也是从人群中钻了出来。他指着楚风与宋喜二人，便开始大声地喊了起来：“掌教大人，此子便是楚风与那宋喜，他们两个曾说过，根本就不将您放在眼中，还扬言您若敢插手他们与我赵府的恩怨，他们就将您的脑袋摘下来当球踢。赵府府主竟然挑拨离间，混账东西！这话可是你们说的？”泰山门掌教指着楚风问道。然而楚风却根本不理那泰山门掌教，而是看向了赵府的那些人，说道：“我记得我告诉过你们，在找宋喜家人麻烦的下场，看来你们还真是不知死活。”楚风一字一句，以那冰冷的语气说道：“都什么时候了，你竟然还敢威胁我们？你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你以为这里还是我赵府吗？这里可是泰山门，这里不是你们能够随便撒野的地方。”赵府府主对楚风说道：“父亲，不用与他们废话，我师尊他便会教训他们。”赵府府主身旁一年男子说道：“这名男子与赵府穿着不同，他的穿着倒是与泰山门一致，不用介绍，楚风也是知道，这位应该就是赵府的小公子赵子荣。赵府能够得到泰山门的庇护，其实倒是全靠了他。小子，老夫在问你话，你是聋了吗？”此刻泰山门的掌教再度开口，可能是因为楚风无视了他，所以此刻的他不仅怒气冲天，更是杀气冲天。感受到泰山门掌教对楚风等人散发的杀意，赵子荣以及赵府的人都笑了。他们非常了解泰山门的这位掌教，这位掌教想杀的人就一定要死，所以在他们看来，不管这楚风有何背景，但是今日都要死在这里。他们担心的后患可以除掉了。闭嘴！可就在此时，楚风大喝一声，与此同时，楚风一掌轰出，只听砰的一声，泰山门掌教便如同离弦之箭一般，向泰山门深处射了过去，一路飞过，他撞碎了无数山石。而当他停下来之际，已然浑身是血，身负重创。虽同为二品真仙，但这泰山门掌教在楚风的面前却是不堪一击。这一刻，赵府的人傻眼了，泰山门的长老与弟子也傻眼了，就连宋喜也都傻眼了。宋喜真是没有想到，这神山一带的霸主，传说中神乎其神的泰山门掌教，在楚风的面前竟然连一掌都挨不过。而连宋喜都没有想到这一点，那赵府之人以及泰山门的人就更是没有想到了。好歹那也是一位二品真仙啊，怎么会连楚风的一招都挡不下？父亲，怎么回事？你不是说这个楚风只是一品真仙吗？赵子荣非常愤怒地问道。身为儿子的他，竟然对自己的父亲发火了。但是这才正常，相反，不发火才怪了。人家都是儿子坑父亲，这分明是父亲坑儿子。我记得是一品真仙啊，谁知道他怎么？他也不可能这么短的时间内提升修为啊！卑鄙，他太卑鄙了，竟然隐藏了修为。赵府府主看着自己的儿子，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因为他也乱了。可就这时，砰的一声闷响，自他的身旁炸开，一大片鲜血喷溅在了赵府府主的脸上与身上。是赵府的一个心腹死了，粉身碎骨，鲜血四溅，而杀死他的自然便是楚风。此刻，楚风目光如炬，寒芒四射，如同一个杀神一般，正在踏空而行，向赵府府主等人所在的位置走来。除了赵府之人以外，不想死的都给我滚！楚风冷漠的开口，如同惊雷震慑八方。而他此话一出，泰山门之内，无论是长老还是弟子，便如同受惊的群鸟一般，纷纷拔空而起。他们都被吓坏了，连自己的物品都不敢去取，第一时间的选择了逃跑。眨眼之间，这泰山门上便只剩下了赵府之人以及那个身负重创的掌教。然而当楚风落地之后，却并没有立刻对赵府之人动手，反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泰山门掌教。因为此刻的泰山门掌教已经站起身来，他是准备要逃，但是发现楚风看着他之后，他则是赶忙陪笑：“这位大人，我并非赵府之人啊，我也不想与你为敌，都是他们逼我做的。”泰山门掌教很是委屈地对楚风说道：“你还是用这话去骗阎王爷吧。”楚风说话之间，对着他便一拳轰出，武力涌动，且速度极快。那泰山门掌教还未反应过来，楚风这一拳已是轰在了他的身上。只听砰的一声，那泰山门掌教便四分五裂，就如同先前那位长老一般，惨死在楚风的手中。见这一幕，赵府之人一个个吓得脸都绿了，心脏都快跳了出来，有胆小者更是吓得尿了一地。这一刻，他们才知道继续与楚风为敌是多么愚蠢的行为。此时此刻，他们真是连肠子都悔青了。楚风大人饶命！楚风大人饶命啊！小人知错了，小人知错了。楚风大人，再给我一次机会吧！猛然间，赵府府主扑通跪在地上，他用力的拿头撞着地面，恨不得把自己的脑袋撞得粉碎，以此来向楚风求饶。不仅是他，赵府的所有人，包括那个赵子荣，全都跪在地上向楚风磕头求饶。机会我给过你们了，然而你并没有珍惜。不过你们放心，我不会立刻就杀了你们。楚风说道。听得此话，赵府众人的眼中都涌现出了一抹庆幸，他们还都以为楚风会饶他们一命。大人，只要您不杀我，您让我做什么都行。赵府府主更是直接开口说出这样的话。可就在这时，楚风大袖一挥，下一刻，一大片蓝色的火焰自楚风袖口掠出，落在了赵府众人的身上。下一刻，赵府之人便发出了鬼哭狼嚎、撕心裂肺的惨叫，那声音非常的凄惨。之所以如此凄惨，那是因为他们现在正承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看着这样的赵府之人，楚风的眼中却没有一丝同情之色，而是冷漠地说道：“我要让你们活活烧死，神魂俱灭。”而亲眼目睹这一切，宋喜则是吓得愣在了那里。虽然他与楚风相识已有一点日子，已经知道楚风的厉害，可是直到此刻，
他仿佛才真正的认识楚风。他真是没有想到，平日里与他有说有笑、心底善良的楚风会有如此狠辣的一面。这是真正的杀人不眨眼。然而做了这一切之后，楚风的脸上却没有一丝畅快之色，相反，楚风的目光变得越发忧伤。他大袖一挥，砰的一声，泰山门上的一座宫殿破碎开来。而在那宫殿之内，一道柔弱的身影也是浮现而出。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宋喜的母亲。母亲见到自己的母亲，宋喜赶忙飞掠而下，一把将自己的母亲抱在了怀中。喜子，别怕，娘亲没事，没事啊。宋喜的母亲虽然修为卑微，可是却比宋喜要沉稳得多。此刻明明身负重伤的是他，可他没有一丝慌乱，反而安慰着自己的儿子。大娘，将这丹药服下，可缓解伤痛。楚风来到宋喜娘亲近前，将丹药给宋喜的母亲服下，随后便布置疗伤阵法，为宋喜的母亲疗伤。而在楚风丹药与阵法的治疗下，宋喜的母亲身上的伤势很快便愈合，就连说话也不再有气无力。眼见着自己的母亲看着越来越健康，宋喜也是越来越高兴。只是宋喜与母亲明明团聚了，可是楚风眼中的忧伤之色反而是越来越浓。楚风早就注意到宋喜的母亲被关押的位置了，也正是因为早就注意到，楚风才会如此愤怒，才会如此悲伤。因为他意识到宋喜的母亲被严刑逼供，遭受了无数的折磨，甚至被恶毒的手段强行从沉睡中唤醒。正因如此，导致宋喜的母亲受到了无法治愈的严重创伤，现在已经是危在旦夕。哪怕是楚风也是无力回天，他的母亲已经时日不多了。楚风能做的只是尽量帮助其母亲延长存活的期限，可是哪怕如此，他的母亲却也依旧活不过3天。求求您杀了我吧，我受不了了，我真的挺不住了。大人，我知错了，我真的知错了，求求您杀了我吧，求求您让我死吧。在火焰的燃烧下，折磨下，赵府的那些人已经不对活着抱有希望了，他们竟然开始求饶。但是对于他们的求饶，楚风却根本不予理会。这种情况下，赵府之人凄惨的叫声越来越瘆人，也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不过赵府之人可能是被楚风吓怕了，他们有一点做得很明智，哪怕他们的求饶无果，可是他呢却也没有辱骂楚风。但是哪怕如此，楚风对于他们却也依旧不予理会。对于他们的哀嚎与惨叫，楚风的脸上没有一丝动容，这痛苦就是楚风想要带给他们的惩罚。楚风，要不你还是直接杀了他们吧。宋喜对楚风说道，他竟然在替赵府之人求情，虽然这一次不是求楚风放过他，只是想让楚风给他们一个痛快的，可他总归还是心软了。宋喜这般想必也是因为自己的母亲看上去并无大碍了，可是他根本不知道，他的母亲只是看上去并无大碍了，而实际上他的母亲连3天都活不了。见此情形，楚风将宋喜叫到一旁，最终还是将他母亲的事情告诉了宋喜。这件事楚风瞒不住，宋喜迟早要知道，与其宋喜最后知道受到打击，还不如让他提前有些心理准备，最起码知道他母亲时日不多，宋喜也会更珍惜与其母亲生活的日子。楚风，你不会是在开玩笑吧？听过楚风的话后，宋喜有些不太相信，也可能是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他一脸的苦笑。你看我像是开玩笑的样子吗？楚风很是严肃地问道。不像。宋喜摇了摇头，而此刻他的脸上连苦笑都没有了。他们将你母亲害成这个样子，你居然还想着替他们说情？宋喜，你什么时候能收起你的软心肠？楚风问道。是我错了。宋喜说出这个4个字之后，他便沉默了。不过他只是沉默了片刻，脸上就又强挤出了笑容。他不再替赵府之人求情，但也没有让楚风继续折磨赵府之人，而是转过身去，走到其母亲身旁，再度照顾起他的母亲。宋喜有说有笑，就像没事人一样。想必他是不想让他母亲知道这一切，而楚风也觉得一直让宋喜的母亲听到赵府那些人撕心裂肺的惨叫不太好，毕竟这真的会影响心情。所以楚风便带着宋喜与其母亲离开了此处。至于赵府之人，楚风没有理会，因为在楚风看来，他们必死无疑，没人救得了他们。回到宋喜之前的住处，楚风按照他们住所原来的样子，重新打造出了一座住处。宋喜、其母亲以及静怡又能生活在一起了。楚风也没有离去，他也想陪着宋喜的母亲走过最后一段日子。宋喜的母亲之前一直是昏迷的，所以对于楚风他并不了解，哪怕知道楚风也是在泰山门的时候受泰山门的逼供才知道楚风这个名字，但是关于楚风与宋喜是如何相识的，他并不知晓，所以他一直在打探关于楚风的事。到了第2天早晨，宋喜母亲忽然说有些事要与楚风单独聊一聊，强行的将宋喜以及静怡给赶了出去。虽不知老太太有何打算，但是却也没有人违背她。楚风大人，多谢你对我家喜子和对我的照顾。老太太忽然间双腿下去，竟然要对楚风跪下。见状，楚风赶忙搀扶住，未能让老太太真的跪在自己的面前。大娘，您这是做什么？楚风问道。楚风大人，您让我跪下吧，让我跪下，求您了。眼见着楚风不让他跪，宋喜的娘亲竟然哭得泪流满面。这还是楚风第一次见宋喜的娘亲哭。宋喜的娘亲与宋喜不同，别看她修为弱，也没有宋喜走南闯北的见识，可是她却比宋喜要稳重得多，也要成熟得多。哪怕当日宋喜的母亲在泰山门被折磨成了那个样子，宋喜哭成了泪人，也没见他的母亲哭。现在他突然这般，让楚风心中一动，他觉得这一定是事出有因。大娘，您有什么事请想与我说，对吗？您有什么事情说的话，就直接说吧，真的不用这样。楚风说道。听到楚风这样说，宋喜的娘亲倒是不再执着地向楚风下跪，她坐到了一旁，先是擦拭干了自己的泪水，这才对楚风说：我自己的身体什么样，我自己清楚，我知道我活不了多久了，我只希望楚风大人，你能帮我家喜子一个忙。
这可能是一个很过分的请求，但是我想到能够帮他，有能力帮他的只有你了。大娘，有什么忙您就说吧，凡是我能帮的，我一定帮。若是我帮不了的，那我也会尽力去帮。楚风说道。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听到楚风这句话后，宋喜娘亲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但是她并没有直接对楚风说她有什么事情要楚风帮忙，而是站起身来，走到门外，将宋喜叫了进来。宋喜进来后，宋喜的母亲才缓缓地对宋喜开口：“喜子，娘亲已经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娘亲，您听得此话？”宋喜先是一愣，而看其母亲那一脸释然的样子，他又的双眼又湿润了。不要忧伤，人生在世，谁能不死呢？我家喜子已经长大了，娘亲已经知足了。只是喜子啊，男子汉大丈夫，有泪不可轻弹，不要总是哭。宋喜的母亲一边替其擦着眼泪，一边说道：“喜子不哭，喜子再也不哭了。”宋喜狠狠地擦拭了一下自己的泪水，尽管仍有泪水在他的眼眶中打转，但也的确没有再流下来。这样才对，看到你这样，娘亲也可以放心的走了。只是喜子，娘亲还有一个心愿。宋喜的母亲说道：“娘亲，您有什么心愿？您与我说，我一定帮您完成。”宋喜说道：“我想与你的父亲葬在一处。”宋喜的母亲说道：“与我父亲葬在一处？母亲，您不是说您不知道我父亲去了哪里吗？难道他已经死了？可是您是怎么知道的？”宋喜问道。“喜子，是娘亲骗了你。”宋喜的母亲有些歉意的说道：“本来我想让你安稳的过完这一生，平凡是福，可是没想到你竟然对修武这条路如此痴迷，与其让你在外面冒险，我还不如与你实话实说了。”宋喜的母亲说道。此刻莫说宋喜瞪圆了眼睛，就连站在一旁的楚风目光也是有所变化。直到此刻，楚风才意识到，看来宋喜的身世也并没有之前想的那么简单。你的父亲本来也是一个寻常之人，我认识他的那一年，他也只是一个半祖而已，修武天赋连你都是不如。不过在一次偶然之下，他救了一个人，那个人绝非寻常之辈，是一个世外高人，只是因为他伤势太严重了，根本就医治不好，已是时日不多。那人不想自己的一身修为就这样丧失，又念你父亲的救命之恩，便想将他的一部分修为和功力强行灌入了你父亲的体内。在得到了那位高人的修为之后，你父亲的修为急剧攀升，修为增长的速度简直令人不敢相信，那绝对是不合常理的事情。可是它却真真切切的发生了。没过多久，你的父亲就从半祖境踏入到了真仙境，并且修为还在继续攀升。只是奈何你父亲他承受不住那高人灌输给他的修为和力量，高人想要救他，想从你父亲体内将修为和力量剥夺出去，可是你父亲却执意坚持。高人说，你父亲这样下去会走火入魔，会六亲不认，滥杀无辜，怕是会伤害你我母子二人。但是哪怕如此，你父亲还是继续坚持，他已经有些着魔了，在体验到强者的力量后，不甘放弃自己的一身修为。最终高人决定打造一座地方，将你的父亲与他一同关在其中。若是你的父亲最终承受住了高人的传承，那么高人便放你父亲出来。倘若你父亲承受不住高人的传承，真的走火入魔，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那么高人就与你父亲一同葬身在那里。但是高人说，倘若真的走到了那一步，他会将自己的传承从你父亲体内剥离出来，并且布置一座传承阵法留在那里，而高人将通往那大门的钥匙留给了我。他告诉我，若是日后你想接受他的传承，便带你去那里。宋喜的母亲说道。母亲，那这么说来，我父亲他可能还活着？宋喜问道。不可能了。宋喜的母亲摇了摇头，说道。那位高人说，1年之内，若是你父亲没有从那里走出来，必然是已经死了。所以你父亲与高人一定是死了，毕竟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宋喜的母亲说道。母亲，那您是想让我接受那个传承？宋喜问道。娘亲，我时日不多了，我想与你父亲葬在一起，所以我想去那里找你父亲。同时我也想问问你，是否愿意接受那高人的传承？若是接受的话，你将获得不属于你的力量和修武天赋，但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若是你承受不住那力量，那你会落得与你父亲同样的下场。宋喜的母亲说道。说这话的时候，宋喜的母亲脸上始终挂着纠结之色，毕竟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身为宋喜的母亲，其实她并不想宋喜去尝试这种危险的事情，否则她早就将此事告诉宋喜了，也不会等到今日。但是今日她既然与宋喜说了，想必也是意识到修武世界的凶险，与其让自己的儿子这般卑微的生存在修武世界的最底层，还不如让他搏一搏。娘亲，我当然愿意接受，我不想再这般碌碌无为了，我不想再让我身边的人受到伤害了，我想像楚风一般能够保护你们，我愿意接受。娘亲，孩儿愿意接受。宋喜很是激动，同时也很是果断，他已经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只是那个地方很危险，你我母子二人怕是很难安全的到达那里，所以还要楚风大人带我们到达那里。而楚风大人已经答应了。喜子，快向楚风大人道谢。此刻宋喜的母亲拽着宋喜便准备向楚风下跪，然而楚风早有准备，在二人刚做出下跪的动作之际，楚风便拖住宋喜母子二人的胳膊，将他们两个给同时拽了起来。大娘，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无论是什么地方，楚风都会带你们找到。楚风说道。其实我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也知道路线，只是那个地方实在是太凶险了，所以我才过意不去。宋喜的母亲说道。那请问前辈，那是什么样的地方？楚风问道。就在神山之中。宋喜的母亲说道。就在神山之中吗？听得此话，楚风与宋喜都很惊讶，但是转念一想，楚风仿佛又明白为何宋喜的母亲一直不愿意离开此处，反而想着要在此地过完余生了，想必就与这件事情有关。神山，楚风倒是进去过几次，那里并不是很凶险，只要大娘您知道怎么走，我们就一定可以到达。楚风说道。不，很危险，真的很危险。当日我们进入神山便遇到过，若不是那位高人提前发现不妙，带我们逃过一劫，我们都要死。
楚风，您信大娘的，大娘不会骗您。虽说你的修为很厉害，你不是一般的人，可是毕竟你还年轻，所以大娘说句不中听的话。楚风大人，您若与当初那位高人相比，相差还非常的大。虽然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见到那所谓的危险是什么，可是我却亲眼见到了那位高人脸上的惊恐之色，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位高人露出那样的神情，甚至他都在瑟瑟发抖。我真是想不到究竟是怎样的存在会让那位高人那般害怕，若真的想象，那一定是来自地狱的鬼怪吧。宋喜的母亲说道。楚风看宋喜母亲的样子，不像是骗你，看来我们在进入神山还是要小心点才成。禹王大人说道。神山的确很诡异，楚风不可置否，但是他又很好奇，于是对宋喜的母亲说道。大娘，那位高人他对神山似乎很了解，那他可还对您说过关于神山的其他事情？我当时好奇，倒是也曾问过那位高人，那高人说他也只是听说而已，他听说那神山外面只是一层表象罢了。当年的人都错认为神山的宝藏是所极为浓郁的天地能量，那是错误的。神山的确是一座宝藏，哪怕现在也是，但是它真正的宝藏绝非是神山外表的一切，而是神山之内。宋喜的母亲说道。神山之内，莫非是神山内部？楚风问道。并不只是神山内部那么简单，而是神山世界。宋喜的母亲说道。神山世界那是什么？楚风问道。神山世界是一个宝藏，那位高人说神山世界之内是一座巨大的宝藏。听那位高人说，那神山世界之中有着无穷无尽的财富，甚至仙兵和竞技武技都随处可见。宋喜的母亲说道。无穷无尽的财富，仙兵和竞技武技随处可见。天哪，我的乖乖，楚风，这不是与咱们进入的那个荒原很像吗？禹王大人说道。带我问问。其实不用禹王大人说，楚风也是想到了那个神秘的荒原。于是楚风问道。前辈，那个高人可曾有说过那个神山世界内部是什么样子的？这个高人倒是没有说，因为他也只是听闻。宋喜的母亲说道。那么那位高人可曾有说过该通过什么方法进入那神山世界？楚风再度问道。他说那里在什么地方没人知晓，该如何进入那里也无人知晓。其实那位高人就是冲着那神山世界来的，他身负重创，就是在神山内遭遇了不测。宋喜的母亲说道。您是说那位高人之所以时日不多，就是因为在神山内遭遇了什么？楚风问道。是这样的。宋喜的母亲说道。那他可说过他到底遭遇了什么？楚风问道。他说那是自地底之中掠出来的暗黑色气焰，那暗黑色的气焰速度很快，眨眼间便将他吞噬了。被那暗黑色气焰吞噬之后，他只觉得自己的血肉、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灵魂都要被那暗黑色的气焰所活生生的吸走，他承受了从未有过的痛苦。幸亏他修炼了一种特殊的手段，那手段能让他脱胎换骨，借物重生。他使用那手段获得了重生，重生之后，他发现那暗黑色的气焰已经消失了，而他原本的肉身已经化作了一个干尸。宋喜的母亲说道。干尸。此刻楚风与宋喜互看了一眼，他们二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赵府那些死去之人的模样，而那些人又是在神山脚下死去的，他们的死本就蹊跷，让人不得不联想到与神山有关。看来那高人借物重生了，暂时的逃过了一劫，可是他还是受到了重创，那重创来自灵魂，所以无法痊愈。楚风说道。是的，高人就是那样说的。后来高人还说，我们当日所遇到的危险就是那暗黑色的气焰，只不过是高人提前发现了不对劲，还不待那危险出现，我们就逃脱，这才躲过一劫。所以楚风大人，那里真的很危险，你若是不愿意带我们去，你也可以不去。宋喜的母亲说道。大娘，我说了，那神山我都进去过几次了，真的没有那么危险。楚风说道。楚风大人，你真的愿意帮我们？哪怕是明知道那神山那般凶险，您也要去？宋喜的母亲问道。当然。楚风很是肯定的说道。大人，您真是好人，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您了，但是我的时日真的不多了，如果可以去的话，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可以吗？宋喜的母亲问道。其实我想的也是，事不宜迟。楚风说道。好，好，好。宋喜的母亲很是高兴，且说话间便走出屋外。本来楚风与宋喜觉得宋喜的母亲是要为他们带路了，于是也都跟了出去。可是谁曾想，宋喜的母亲忽然遁入地底之中。宋喜的母亲遁地的速度很快，并且潜入得很深。楚风不知道他是要做什么，但楚风知道这肯定不是通往神山的路，所以楚风用天眼跟随着宋喜的母亲前行的方向开始观察。楚风的天眼观察得很远，最终在地底深处，他发现了一个盒子。此刻楚风终于知道宋喜的母亲为何要潜入的底了，想必他是取那个盒子了。那个盒子看上去很是普通，就如同最普通的木盒，可是以楚风的实力，竟然看不透那木盒，自然也无法看穿那木盒内的物品是什么。不过很快的，宋喜的母亲也是拿到了那个木盒，并且重新回到了楚风与宋喜的面前。母亲，这是咱家的传家宝。宋喜看着盒子说道。其实这是那高人留下的。宋喜的母亲笑着说道。听得此话，楚风与宋喜都明白为何当初宋喜的未婚妻偷出这传家宝后，宋喜的母亲会那般生气了。原来这个传家宝是如此的重要。宋喜的母亲将盒子打开，里面有2面小旗子和一个奇特的木制品。这个木制品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大概有2个巴掌大小，一眼看去制造很是简陋，根本算不上艺术品，而不是艺术品又不显然不是用品，没人知道这是做什么的。而那2面旗子也很破旧，一眼看去没有任何作用。可是当楚风看到那面小旗子以及那个木制品后，却是瞳孔一缩，目光大变。楚风此刻想起了当日进入神山所发现的那道诡异的大门，那诡异的大门散发着非常危险的气息，
哪怕女王大人这种来自修罗界的存在，也不想楚风在那里久留。而开启那座大门的钥匙，应该是一个奇特的物体。虽然那只是凹槽，可是楚风却也大概的推断出了那把钥匙为什么模样。眼下那木盒中的木制品与那诡异大门的钥匙简直一模一样。此刻，楚风似乎已经知道宋喜的母亲要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了。楚风大人，那位高人怕有人擅闯进去，所以故意设置了阻碍，一般人根本进不去，唯有通过这把钥匙才能够打开大门，进入其中。宋喜的母亲拿着那个木制品说道：“楚风，还真是那里啊！太好了，咱们能打开那道门了！哈哈，这也太巧了吧！那个诡异大门竟然与宋喜有关，真是想不到宋喜还有这种身世。之前倒是本女王小瞧他了。”此刻，女王大人很是激动，看来她与楚风一样，之前就都猜想到这块木制品就是开启那道诡异大门的钥匙，而眼下事情已经非常明显，他们两个人都猜对了，的确很巧。但是这么看来，那座大门之内便没有所谓的宝藏了，就算是有，也是为宋喜准备的，而那恐怖的气息应该是故意为之，为的就是吓走擅闯者。楚风说道：“应该就是如此，哥，我女王就说嘛，哪有什么东西能够让本女王害怕的？”女王大人很是傲娇的说道。